Hello， 大家好。最近这个天气有点凉，所以我准备了20斤这个牛油，做一顿麻辣牛油火锅来吃，跟我杯还有我们一家人吃。随便你吃辣不辣？那不要整很辣嘛。要得，今天晚上我们一起烫个火锅吃。好。来，吃吧，端过去。我这里准备了一些姜，还有葱。做火锅的话，这些东西是少不了的。这里总共是20斤牛油，然后我配了3斤姜跟这个3斤大葱，用这个来炸这个油，炸得更香。我把这个切好了，再去配香料。吃了？不是你来吃，我经过香料。好。正好你拿起两下刀工。现在我们来配一点香料。我们家庭里面的话就少放一些，因为普通老百姓掌握不了这些香料的量。如果香料放多了之后，做的不好的话，可能有一些苦涩味。放点这个去籽的这个草果，然后放点八角。这个酸奈，还有这个桂皮，把它弄小一点，再放点这个陈皮，再放几片香叶，香叶少一点，味道放多了很冲，放几颗丁香，再放点白蔻。再放一颗罗汉果，因为这个火锅的话有点上火，放一下这个进去润一下肺。最后再倒点白酒进去。其实放白酒把它湿润一下，好让这个香料能够更好的把味道释放出来。好，再放一点花椒。花椒单独用这个白酒泡，用白酒浸过的香料也不容易这个糊，然后更容易入味，出味道。好，准备好了。这个水呢是倒来做这个糍粑辣椒的。放这么多辣椒吗？做糍粑还叫的嘛？其实我们做火锅底料的话，这个干辣椒非常重要。这个是子弹头，不是特别辣，待会儿再配一点灯笼椒进去。因为我伯爷说不要吃太辣，所以就选择了这个辣椒。这个糍粑辣椒就是火锅底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。就是一定要把它煮软，然后把它剁碎，剁碎了炒在那个牛油里面的话，它非常的红，很香，很红，又不是特别辣。哥哥应该差不多可以了吧？你过来看看。可以了。这个辣椒就是煮到它这个，你看有红色的，能够捏出红色的东西就可以了，就说明已经 OK 了。我说这个先弄个子，把它炸细一点，然后再拿那个来砍，那个宰。把它宰细了之后就弄子宰了。这个糍粑辣椒以前在我们老家都是用那个队伍来种，但是现在没有那
这个对窝的话，就用这个刀慢慢剁细了也是一样的。懂吗？懂了，但是手不一定会懂啊。剁到这个样子差不多了。这个不用剁得太细，但是能够起绒就可以了。你看，好的。它可以贴到这个刀上面起绒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开始做这个火锅底料了。现在把牛油全部放到锅里，把它烧化。硬锅的可以装起啊。可以啊，这个可以喝得到一段时间。火烧大点，天都黑完了，我俩吃的那个火锅，好吧，馍都吃完。有点儿多嘛。我们吃上这一锅火锅的话，应该要等到1个多小时以后了。这个油温已经差不多了，现在我要下姜葱下去。那个姜一盆一盆加下，有点血气感。我们这个料下去的时候不能一盆全部一下子倒下去，就怕它这个油扑起来，所以要慢慢的抓。姜下去没一会儿，然后我们要把这个葱一起放下去。火锅香不香，全靠这一步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慢慢的把这个姜葱榨干、榨香，榨干榨香之后再捞出来。好了，我们这个姜葱已经金黄酥脆了。毕竟我们只要的是这个姜葱的香味，不要这个黑色的东西。好，现在我们这个油已经烧的差不多了，大概5成油温的样子。现在我们把刚刚剁好的糍粑辣椒下去，再不炒的话，等一下天都要黑完了。这个也同样一样，少的放，要不然这个油会扑出来。我们这个糍粑辣椒下去的话，就是为了，要这个颜色，还有这个辣味，慢慢的炒。我们见到这个油变成红色的时候，转小火了，慢慢来。好，这个油已经变红了，现在把香料放进去。为什么我们这个香料要先放呢？因为这个没有打碎的，所以提前放下去，多熬一会儿，要不然香味出不来。好，现在香料下去差不多，然后下这个灯笼椒，多下一点，大家都不能吃辣，但是这个灯笼椒很香。现在这个油已经很红了，在我们闻到香味的时候，再把豆瓣酱放进去。20斤的话，可能要放个3、4斤豆瓣酱。这个豆瓣酱主要是调咸味，还有香味，所以到这一步的时候，我们基本上就不去看时间，我们这一步就看豆瓣酱。豆瓣酱的水分略干，闻到香的时候，散紫的时候，再下其他的辅料。现在非常的红亮，这个好，这个豆瓣酱已经开始酥香的了，开始放其他的料。现在把这个豆豉放下去，豆豉是增香的嘛，特别的香。好，现在豆瓣酱已经很香了。这个时候再把花椒放进去，这个花椒是用白酒浸泡过的，
吃的麻的话，可以多放一点。好了，花椒的那个水分已经差不多了，放点醪糟，放这么一点就够了，这个不能多放。这个放下去的话，炒一会儿，闻到醪糟的香味之后就可以放冰糖，冰糖也不用太多，这么一点就可以了。因为在做火锅的时候，都还要再继续加糖来调味的。好，差不多了。最后再放一点这个白酒，放多少呢？3瓶盖，1盖，2盖，3盖，让它再挥发一下。这个白酒，高度白酒放下去会非常的香。好了，这个火锅底料就差不多完成了。待会儿再把它装起来，装到托盘里面。这个就相当于是我们的模具，它凉了之后就是这样子。等着小主一过来试一下。现在天气已经晚了，然后不好拍了，我们今天晚上就将就先吃了再说。等下一次这个火锅底料硬了之后，切下来再跟大家分享调这个底料，好吧？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，拜拜。